舅舅求我辞掉鐵飯碗幫他辦廠，可當我教會工人年產200萬後，你那技術算個屁！你還想要40%的股份？給你5%都是看在親戚的份上，拿着滾！你別後悔！一怒之下，我自己開啟了廠子。後來他面臨破產，跪着求我收購。志遠，之前是舅舅的不對，看在親戚的份上，你幫幫我，求你了。舅，你說技術不值錢，那現在你跪什麼呢？時間回到1993年。志遠，你舅舅又来了！你看，老李又來了，都第3回了吧？人家有個好舅舅嘛，怕是要發達嘍。志遠，哎呦我的大外甥，看看舅舅新提的車，原装进口发动机，整個江城就3輛。舅，您這個月第3趟了，我還在上班呢。上什麼班？一個月200來塊錢夠幹啥？舅舅那廠子訂單多到做不完，就缺你這種懂技術的人。你過來，技術股主給你40%，年底分紅，保你1年掙這個數5萬。舅，我在這面挺好的。志遠，你媽一個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，你就不想讓她住上不漏雨的房子？你在廠裡再幹10年，也就是個高級技工。搞技術的，給你一輩子不就是個工人嗎？這樣，1個月後，舅舅親自來接你。志遠，你舅舅又來了。師傅，我想試試。你舅舅那個人太精了，你跟他合夥，我怕你吃虧。他是我親舅舅，不至於吧？親兄弟還明算賬呢。志遠，師傅說句話你別不愛聽，你這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重感情。但記住一點，手藝是你自己的，不管到了什麼時候，誰也拿不走，明白吗？40%，傻小子，等你把技術全交出来了，我那60%才是100%。志遠，你小子瘋了！下個月就評工程師了，你這技術將來廠長都有的做，你放着鐵飯碗不要，去跟你那個舅舅瞎折騰。我跟你說，你舅舅那就是個土大塊，沒根沒底的，萬一廠子黃了，你哭都來不及。劉主任，我想清楚了。看見沒？真走了。你說他能成嗎？不知道，但人家起碼敢闖。師傅，你跟我學了5年，我還能不知道你什麼毛病？你技術好，肯吃苦，但你最大的問題就是太重情分。你以為這世上誰都跟你一樣講良心？記住了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來到舅舅的廠後，我重新設計了所有模具圖紙，改進了加工工藝。短短3個月，三江機電的產品合格率從60%提升到了95%以上，客戶退貨率幾乎降為0。志遠，加油幹！舅舅不會虧待你的。1個季度後，我來到舅舅家，打算要我那40%的分紅。舅舅，你看第1個季度的分紅。志遠啊，廠子剛起步，到處都要花錢，你那個分紅先欠着，等年底一起算。志遠，你自己去忙，舅舅一個人談，這些人情世故舅舅比你熟，你只管把技術搞好就行。分紅沒拿着，舅舅不讓我接觸重要客戶，這些我都不在意。真正讓我心寒的是1994年春節前那場慶功宴。今天高興，咱們三江機電去年1年產值突破200萬，這是咱們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。但是有些人啊，覺得自己有點技術就了不起了，就覺得廠子離了他就不行了。我告訴你們，技術算個屁，這年頭關係才是硬道理。沒有我李建國在外面跑關係拉訂單，你們技術再好有個屁用。舅，你喝多了。我沒喝多，你別以為我不知道。你心裡是不是覺得廠子能有今天全靠你？我告訴你，沒有我這個舅舅，你現在還在那個破廠裡當你的工人呢。你那個技術也就是我李建國看得上，換個人誰稀罕？建國，你少說2句。我說錯了嗎？他那個技術隨便找個技校生學幾個月就會了，有什麼了不起的？我給他40%的股份，那是看在親戚的面子上，他還真以為自己值這個價。志遠，你別生气，你舅舅喝多了。来，舅媽敬你一杯。這1年你辛苦了。真惡心！之前這個女人還在我面前哭窮，說廠子沒錢，分紅先欠着。可昨天我無意中看到賬本，廠子賬上明明躺着30多萬現金。舅媽，我不喝了，我有點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哎呦，这就走了？是不是你覺得你舅舅說的話不好聽啊？志遠，不是舅媽說你。你舅舅這人就是心直口快，但說的都是實話。你說你一個中專生，要不是你舅舅拉你一把，你能有今天？舅媽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別真把自己當個人物了。
你那個技術股，你舅舅給你40%，那是看在親戚面子上。你看看人家廠裡哪個技術員能有你這麼高的股份，你還不滿足？我什麼時候說過不滿足了？舅媽，我剛進廠的時候就說技術股40%，年底分红。现在是腊月28，後天就是大年30，這一年的分紅我都沒看見。我今天就要一個說法。廠子剛起步，你拿什麼分紅？我告訴你，你要想幹就老老實實幹，不想幹趁早滾蛋。我李建國離了你，照樣把廠子辦下去。建國，你說什么呢？都別拉我！我今天就要把話說清楚。陳志遠，你不是覺得自己技術牛邁嗎？行啊，你走，我看你離了我李建國能混出個什麼名堂。好，我走。走就走，吓唬誰呢？你那40%的股份正好收回来。明天我去公司查账，該我的1分不能少，不該我的我1分不要。陳志遠，你個白眼狼，你忘了是誰把你從那個破廠裡拉出來的？你舅舅那個人太精明了，你跟他合夥，我怕你吃虧。志遠，你舅舅那個人從小就滑頭，你可得留個心眼兒。媽，你放心，那是我親舅舅，不會坑我的。志国，李廠長一早就來廠裡了，在樓上等你。他說你要是來了就上去。這是什麼材料啊？這個李廠長說以後用這個國產的，便宜。這批是江離電器的貨，圖紙上寫得很清楚，必須用45號鋼。這塊是 A3 鋼，硬度差了整整2個等級。這批零件是裝在高壓電閘上的，一旦出問題，不是退貨那麼簡單，是會電死人的。李廠長說，客戶看不出來，能用就行。老周，你是老工人了，這種事兒你也跟着幹。在座的各位，我陳志遠走之前再說一句，搞技術的可以窮不能害人，那塊料子誰用了誰擔責任。他敢來？行，來了正好。他一個外姓人拿40%，憑什麼？我呸！建國，我告訴你，今天你答應，我跟你沒完。行了，你少說2句能死，我有分寸。志遠來了，坐，翠花，去搬個凳子來。不用了，舅，我今天來就一件事，把你那份協議原件拿出來吧。協議在保險櫃呢。不過志遠，你來的正好，我昨晚想了一夜，重新起草了一份新協議。你看看，你技術股降到5%，但我給你漲工資1個月500，再加年終獎，夠意思了吧？舅，我說的是看舊協議原件，不是新協議草案。陳志遠，你非要這樣？非要這樣？這份協議上寫的是40%，下面是你和我的簽名，還蓋了公章。陳志遠，你看看你是誰啊？你就是個臭工人，没有建國拉你一把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給你5%都是抬舉你，你要是不識相，這個門你也別想再進了。舅媽，你說的對，我是個工人，是個靠手藝吃飯的工人，但現在可以告你們商業欺詐，送你們一副银大底。陳志遠，你是我外甥，我不为你，原件在這兒。但你給我聽好了，上面有技術股分紅權以公司盈利為前提這一條，誰來查這賬我都能做成虧損。你告我，你拿什麼告？現在看來你就從來沒打算要給，那我也不要了。舅，分紅你留着，但有一句話我放在這兒，三江機電能走到今天，不是因為你的關係，是因為這台機器後面有一個人每天幹到凌晨3點。再見。成功。老周，记住那個鋼料，換掉。你不換，遲早出面。終於把那個白眼狼趕走了，建國，你等着吧，沒了他，咱們生意照樣做，以後100%都是咱們家的。不好了，冲压機卡住了！這台機器以前都是陳工調的。跟你舅舅吵架了。媽，我對不起你，當初你讓我留個心眼，我沒聽。傻孩子，說什麼對不起？你舅舅那個人，我從小就知道，不是個能共事的人。你吃了虧，長個記性，以後的路還長着呢。可是媽，我不甘心，
我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1分钱没拿到，就这麼被趕出來了。那個廠從設備調試到工藝流程，哪樣不是我弄的？現在他們翻臉不認人我。志遠，你還記得你爸臨死前跟你說的話嗎？志遠，爸這輩子沒什麼本事，就教會你一句話：手藝是鐵飯碗，誰也砸不爛。不管什麼時候，只要你有手藝，就餓不死。你爸說的對，你有技術，到哪兒都能吃飯。你舅舅那個廠，早晚会後悔的。媽，我想自己幹。家裡就剩這2000塊存款了，你拿去用。媽，這是你的養老錢。什麼養老錢不養老錢的？你出息了，比什麼都強。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連本帶利還給你。志遠，志遠在家嗎？听說你被你舅舅趕出來了，我給你送點東西。師傅，這別廢話，這台牆房是我一個老朋友淘汰的，我花了800塊買下來，你先用着。這裡是3000塊錢，你拿着。租廠房、買材料都要花錢。師傅，我不能要你的錢。拿着，你是我徒弟，我不幫你誰幫你？等你發達了，加倍還我，不還也行。師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還你的。走，我帶你去看看一個地方，保證你滿意。什麼地方？城西有個廢棄的機械廠，廠房雖然破，但水電齊全，租金便宜。我跟那兒的廠長認識，可以幫你租下來。師傅，這地方還能用嗎？別看樣子破，裡面還行。我前2天來看過，水電都通，就是需要收拾收拾。師傅，這台車床，原來這個廠子倒閉後沒人要，就當廢鐵扔這兒了。我看過了，主軸沒問題，就是缺幾個零件。你要是能修好，能省不少錢。能修，缺的零件我自己能做。馬村長，人我給你帶來了。王師傅，這就是你說的那個小陳，這麼年輕，能行嗎？馬村長，你別看他年輕，技術比我強多了。他之前在江城機械廠幹了好幾年，後來又在三江機電當技術主管，手藝沒得說。三江機電，就是城郊那個李建國的廠子。那廠子最近可不太平，聽說他們廠的技術骨幹走了，產品質量直線下降，好幾個大客戶都跑了。行了，不說那些了，這廠子租金1個月300，水電費自理，最少簽1年合同。你要是覺得行，咱們今天就簽合同。行，簽。新興機械，這名字好，新開始，新希望。牌子掛出去3天了，一個客戶都沒上門。劉總監您好，我是陳志遠，之前在三江機電負責技術工作的那個。是的，我已經從三江機電離職了，現在自己開了個小廠，叫新興機械，專門做精密模具和配件。你們三江機電最近的產品質量簡直是一塌糊塗。上次那批貨，我們抽檢了10%，合格率還不到70%，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發生。劉總監，那批貨的問題，我大概知道原因。如果你们需要，我可以幫你們分析一下問題出在哪裡。也可以提供解決方案。真的？你要是能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，以後你就是我們江離電器的優先供應商。劉總監，我今天就趕過去。
42公里得骑2个半小时。陈工，你怎么来的？骑自行车来的。陈工，就冲你这份诚意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跟我来。你看看这个，我们装机测试的时候，这个配件在高压下只撑了不到200个小时就变形開裂了。你们三江机電以前的產品能用至少800個小時。劉總監，這個配件有2個致命問題。第一，原材料不對，圖紙要求的45號鋼被換成了 A3 鋼，硬度差了整整2個等級。第二，熱處理工藝偷工減料，淬火溫度沒有達到840度，回火時間也不夠。這是我昨天晚上用45號鋼做的一件樣品，淬火溫度840度，滑溫度580度，保溫2小時，精度控制在 0.01 毫米以內。劉總監，您可以上檢測台對比一下。公差 0.008 毫米，你這個產品的精度比我們要求的還高2個等級。陳工，你這手藝沒得說。劉總監，江鈴電器是我第一個客戶，我不會砸自己的招牌。這樣，第一批訂單2萬套模具配件，價格按市場價上浮 10%， 交貨期2個月，夠不夠？沒問題，我保證按時交貨。陳工，實話跟你說，三江機電這幾個月出的貨，我們已經在走退貨程序了。如果你這邊的產品能穩定保持這個質量，以後我們江嵐電器的模具配件全部交給你做。2萬套，利潤6萬塊。老闆，剛得到消息，江鈴電器把2萬套模具配件的訂單給了新興機械，就是那個之前在三江機電幹技術的陳志遠開的廠。錢總，就是這個陳志遠。陳志遠，中專畢業，江城機械廠幹了5年，被舅舅趕出門，現在自己開了個破廠子，1個月不到就拿到了江鈴電器的大單。這個技術留在別人手裡可惜了。成功！江鈴電器那邊又來電話了，說要追加訂單，這個月第3批了。追加5000套，咱們現在的產能滿打滿算1個月也就8000套，再追加下去，怕是要延期了。那咱們再招人唄。隔壁村我認識好幾個幹過機加工的，手藝都不錯。招人不是問題，問題是設備。這台老車床主軸間隙越來越大了，精度撐不了多久。師傅送的那台杏房導軌也磨損得厲害了。要想擴大規模，必須添置新設備。一台像樣的數控杏房，少說要5、6萬。成功，要不咱們去銀行貸款？銀行？咱們這種剛起步的小作坊，沒有抵押物，銀行憑什麼貸款給你？錢啊錢！請問陳志遠陳師傅在嗎？我就是。您是？哎呀，陳師傅，久仰久仰，我叫錢德勝，是勝利機械廠的。早就聽說陳師傅技術了得，今天特意來拜訪。這個錢德士跟我素不相識，突然登門拜訪，還這麼熱情，要麼是有求於我，要麼是另有所圖。錢老闆，咱們明人不說暗話，您今天來到底有什麼事兒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陳師傅果然是爽快人，那我也就不繞彎子了。我想跟陳師傅合作，我出資50萬，在新興機械的基礎上成立一家新公司，你以技術入股佔30%的股份，負責技術管理和生產。陳師傅，你現在的情況我看得很清楚，技術一流，訂單不斷，但就是缺資金、缺設備。你現在的廠子1年撐死了也就掙個10幾萬吧。但要是咱們合作，我可以把勝利機械廠的客戶資源全部帶過來，再加上我的資金，1年掙個5、60萬不成問題。你想想，30%的股份，1年就是10幾萬分紅，比你單幹強多了。錢老闆，這份協議我能帶回去仔細看看嗎？當然可以，陳師傅慢慢看，不着急。不過我聽說陳師傅最近接了江鈴電器的大單，產能跟不上吧？如果咱們合作，我可以立刻調2台新設備過來，幫你解決產能問題。錢老闆，容我考慮幾天，過幾天我給你答復。好，那我等陳師傅的好消息，希望咱們能合作愉快。志遠，師傅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昨天钱德士来找你了。师傅，你消息真灵通。灵通个屁！是马村长告诉我的。志远，你答应他什么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说要考虑几天。师傅，这个钱德石你认识？认识？何止认识？这个人在江城机械行业里名声臭得很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发家的吗？5年前，他在城东開了個小加工廠，跟一個姓劉的技術員合夥。那技術員是個老實人，把全部技術都交給了他。結果第2年，他就找了個借口把人家踢出局了，1分錢沒給。那技術員氣不過，去告他。結果呢，錢德生花錢買通了關係，反倒把人家送進了拘留所。後來呢？後來那個技術員出來後就離開了江城，而錢德興靠着那技術員的圖紙把廠子做大了，現在成了江城數得着的老闆。但這個人心黑得很，跟他合作的人沒一個有好下場。師傅，我知道了，那份協議我不會簽的。不只是不簽協議的問題，志遠，我懷疑錢德生跟你舅舅那邊有關係。什麼意思啊？你想想，你剛從三江機店出來，錢德生就找上門了，這時間也太巧了吧？而且我聽說，你舅舅最近跟錢德生走得很近，2個人經常在一起喝酒。建國，你那個外甥技術是真不錯，可惜呀，就是不太識相。那個白眼狼，德勝哥，你提他幹什麼？沒什麼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那個外甥的廠子開不下去了，那江南電器的訂單不就又回到你手裡了？江淮電器的訂單完成了1大半，利潤6萬塊，但一台新洗床要5萬6，買了設備就沒了流動資金，不買設備，下批訂單接不了。請問陳志遠陳師傅在嗎？吳經理，你怎麼知道我需要設備？嗨，江城機械行業就這麼大，誰不知道陳工接了江淮電器的大單？我們廠最近新到了一批數控傾炒，德國技術，國內組裝，性能穩定，價格還便宜。陳工要不要看看？什麼價格？原價6萬8，現在搞活動只要3萬8，而且如果陳工一次性買2台，還能再優惠5000。吳經理，價格這麼低，設備不會有問題吧？陳工放心，我們是大廠，質量有保障。這樣，我帶您去看看樣機，您親自試機，滿意了再付款，怎麼樣？今年最新款，主軸轉速高，精度好，操作也簡單。陳工，您試試。看起來確實沒問題。怎麼樣，陳工？我沒騙您吧？機器確實不錯，不過3萬8還是太貴，2台加一起7萬1，能不能再低點？陳工，這已經是底價了。要不這樣，我再送您一套刀具，價值2000塊，算是交個朋友。2台機器7萬1加一套刀具，比市場價便宜了將近1半。行，2台我都要了，但貨款我要分期付，先付1半。剩下的3個月內付清，沒問題。陳工爽快人，咱們現在就簽合同。陳工，這機器太漂亮了，咱們以後也能幹大活了。這玩意兒比師傅那台老氣床強多了吧？別急着上手，先把機器卸下來，我全面檢查一遍再說。難道真是我多心了？行了，應該沒問題。明天開始用新機器幹活。陳工，不好了，1號氣床出問題了。什麼時候開始的？今天早上剛開機就這樣了。昨天還好好的，今天一開機就響得不行。這不可能，
新機器用了才10天，轴承不可能碎成这樣。翻新机，翻新机，陈公，你是说那个吴德贵？里面是一樣的翻新軸承，磨損程度輕一些，但用不了多久也會報廢。兩台都是翻新機，小軍大壯，咱們被騙了。陳公，咱們報警吧！我去省城找那個姓吳的算賬。報警有什麼用？合同上寫的清清楚楚，設備驗收合格後概不負責。咱們已經簽了驗收單，報警也說不清楚。那怎麼辦？咱們還有大半訂單沒完成啊！這對廢鐵花掉了我35000塊的定金，而江淮電器的訂單還有一半沒做完。志遠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錢老闆，事情辦妥了，那2台翻新機撐不過半個月，姓陳的這回翻不了身了。尾款2萬，你今晚就離開江城，3個月之內別回來。老伙計，還是你最靠得住。陳工，我昨天去商場，確實有個銷售經理叫吳德貴，但人家是個老實巴交的中年人，根本不是咱們見到的那個騙子，是冒用他的名義。意料之中，他既然敢騙我，肯定早就做好了準備。那咱們就吃這個啞巴虧。江淮電器的訂單還有大半沒完成，違約金是貨款的30%，差不多3萬塊，咱們賠不起。小軍，去把工具箱拿來。大壯，把老車床準備好，咱們用老機器繼續幹。可是陳工，老機器一天只能做200個，根本來不及啊！來不及也得幹，能幹多少是多少，總比什麼都不在強。這批軸承是國產老型號，外徑比進口的小了2毫米，需要加套。小軍，去把那根廢棄的軸承外圈拿來，我要切一個電套出來。扳手，12號的，接着。行了，還能用。歇夠了吧？開始幹活。從今天起，3台機器24小時不停，我跟你們2個輪班，一個人頂4個小時，輪流歇。按現在的進度，還要20天。2號競查撐不過5天，如果能從2號機上拆卸零件補給1號機，或許能多撐3天。3天加5天是8天，還差12天。12天，2400套。陈工，咱們是不是完了？還沒完，把還能拆的零件拆下來，裝到1號機上，能多撐1天是1天。行，幹！哪個是陳志遠？我就是。您是？我叫周建國，南方精密儀器廠的。王德厚那老家伙給我打電話，說你小子遇到點困難，讓我過來看看。您怎麼親自來了？翻新軸承，舊磨損層沒打磨乾淨就套了新殼，這種貨色糊弄外行還行。賣你的人叫什麼？吳德貴，假冒省城結霜廠的名義。哼，這幫王八蛋專坑你們這種剛起步的小廠。你這些設備滿打滿算能撐多久？這台修好的還能撐幾天？另外2台從昨晚到現在沒停過，保守估計5天之內都得爬過。陳志遠，你信不信我？師傅信你，我信師傅。好小子，就衝你這句話！老張，把車倒進來。我們廠淘汰下來的，用了15年，這是正經進口貨，一次大修都沒有。德國人的東西保養了3天，狀態還有8成新。3台，按廢鐵價賣給你，1台2000，3台6000，付得起不？成功。6000，3台德國機器，這比廢鐵還便宜。周廠長，這錢我現在拿不出來，但我可以打欠條，3個月之內連本帶利還清，用我的廠做抵押。行，就衝你敢說這句話，這機器我卸下來了，欠條不急，先把錢掙了再說。還有你那批江淮電器的訂單，我給你代工一部分，我廠裡的設備做這種模具配件，1天2000套不成問題。你把圖紙給我，今天就開始安排。成功，這批質檢全部合格。劉總監剛來的電話，他說合格率100%，而且精度比之前還高了1個等級。志遠，
我問你件事儿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要帮你？因为师傅给您打了电话。不止这个，你师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连你都垮了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当年没跟你爸一起辞职创业。你爸也是个手艺人，他走得早，你师傅一直觉得对不住他，所以他拼了命也要扶你一把。周厂长，我想跟您建立长期合作，说来听听。南方精密仪器厂做批量生产，新兴机械做前期模具设计和初加工，咱们优势互补。您那边缺精密模具设计的人手，我这边缺批量生产的设备和市场渠道，正好配套。定了，我回去就安排。以后新兴机械是我们南方精密仪器厂的定点配套企业，优先接单。这个给你，我年轻时候用的第一把千分尺，德国货，用了30年，精度还能到2微米，现在歸你了。謝謝，別謝我，要謝就謝你師傅。那老家伙在電話裡都哭了，說你要是垮了，他這輩子都不安心。老王，你求我辦的事兒給你辦妥了。老陳，你兒子出息了。比我當年還強。10天前差點撐不過去，全部2萬套模具配件，抽檢合格率100%，精度等級優。現在新設備上了，舊機器修了，訂單完了。江蘭電器以後所有精密模具的單子優先給我們。收起來，李廠長來了！老周。省城農機廠那批貨發了嗎？李廠長，農機廠那邊來電話了，說咱們上批配件裝機測試的時候斷了，差點傷了人，他們要退貨，還要累賠30萬。配件怎麼會斷？用的是陳志遠以前留的圖紙，工藝也是他以前定的。李廠長，工藝確實是陳工定的，但材料用的是您讓換的那個便宜鋼料。陳工走之前跟我說過，那種料子不能用在高強度零件上。還有，江鈴電器的劉總監發了正式通知，說以後所有訂單都轉給新興機械了，而且他要求咱們把去年那批退貨的模具按合同賠款。陳志遠那個白眼狼搶了我們生意，還讓我們賠錢，老李你到底管不管？咱們家都要被他整垮了。老周，去把賬本拿來，我要看看還能撐多久。喂，張總，我李建國，喂，大伯，我想找您借點錢。沒有。老李，咱們真沒辦法了。農機廠索賠30萬，江鈴退貨賠款15萬，加上欠銀行的貸款、欠工人的工資，加起來60多萬。把房子賣了，把廠子賣了都不夠。建國來得這麼早，德勝哥，你上回說的收購的事兒還算數嗎？20萬，收購三江機械全部資產，廠房、設備、客戶資源，這個價我上回開過了。20萬，我那些設備當初買的時候花了50多萬，光那台沖壓機就……建國，那是當初。現在你那廠產品質量差，客戶全跑了，工人走光了，還被法院判了30萬的賠償。說句難聽的，除了我，還有誰敢接你這個爛攤子？德勝哥，再加點30萬，30萬我就簽。25萬，最後一口價，你考慮考慮。不過要快，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。建國，你放心，我不會虧待你的。等我把廠子買下來，還可以給你安排個職位，你畢竟是我朋友嘛。志遠，當初舅舅要是沒聽錢德勝的話，舅舅對不起。
舅，你怎么来了？志远，舅舅来看看你，听说你厂子办得不错，舅舅替你高興。舅，有什麼事兒直說吧。志遠，三江基線撐不下去了，農機廠索賠30萬，江林要退貨賠款，銀行要收廠房。志遠，以前是舅舅不對，舅舅對不起你，但咱們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看着舅舅去死吧？一家人，舅，你還記得慶功宴上你說過的話嗎？你說技術算個屁，沒有你的關係，我連門都進不去。現在你來求我這個技術算個屁的人。志遠，舅舅求你，你幫幫舅舅，以後舅舅給你當牛做馬。舅，你起來吧，我不會幫你，但我也不會看着你死。三江機電的問題根源在管理，在質量意識，就算我回去也救不了。唯一的出路是破產重組，把廠子賣掉，用賣廠的錢還清債務，還能留點養老錢。賣廠，那是我一輩子的心血。心血？你那個廠用的劣質鋼材做的劣質產品，差點害死人。小軍，送客。建國，我早說過了，你那個外甥不識相，等我把他的廠子也拿下來，江城機械焊業就是我的天下了。淨賺27萬，李建國，你這輩子就這點本事，辛辛苦苦幹半輩子，最後都是給我打工。喂，陳工嗎？我李德勝啊，好久不見。聽說你那邊最近忙得很，江離電器的訂單排到下半年了吧？錢老闆，有什麼事？沒什麼大事兒，就是想請你吃個飯，談談合作的事兒。你想想，你現在雖然跟南方精密儀器廠合作了，但規模還是太小。如果咱們聯手，整個江城機械行業……錢老闆，我們沒什麼好談的，你做的那些事兒我都知道。翻新機的事，我不會就這麼算了。陳工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你心裡清楚。陳工，你這樣直接得罪他。一隻狼，你給他讓一次路，他就會覺得這條路是他的，所以讓不得。不識抬舉的東西。馬科長嗎？我錢德生啊，晚上有空嗎？老地方請你喝2杯，有個小事想請你幫忙，查一下新興機械的環保手續，越細越好。陳志遠，經查，你的廠未按規定辦理環保審批手續，廢水排放不達標，現責令你廠立即停產整改，罰款5萬元。廢水不達標，我們的廢水都是收集起來定期讓環保公司處理的，每個月都有記錄，怎麼可能不達標？檢測報告在這裡，廢水檢測值，化學藥含量超標30%，你有異議可以走行政復議程序，但現在停產整改，3天之內交罰款。馬科長，我們廠的廢水處理記錄我可以馬上拿給您，但在停產之前，能不能先告訴我是誰舉報的？這明顯是有人在搞我們，成功是錢德德，一定是他。周廠長，我這邊遇到點麻煩，有人用環保的借口逼我提停產。您在工業局有熟人，能不能幫我問一下這個馬國良的來路？志遠，查清楚了，馬國良工商局稽查科科長是錢德生的人，你們廠的排放指標全部合格，報告上的數據被人改過。周廠長，能證明篡改嗎？能，我聯繫了工業局的梁副局長，他是我老熟人，管技術口的，他對這事兒很重視。不過他有個條件，他手裡有一批精密零件，你要是能做出來，他就有理由正式介入，幫你把事兒擺平。把圖紙發過來，我來做。我就不信我做不出來。成功，這精度比圖紙要求還高了1微米。給梁副局長送過去。
陈工，這批零件精度全部達標，有幾個尺寸甚至超過了圖紙要求。難怪周建國這麼看重你。跟你交個底，這批零件是我們一個科研項目的核心部件，你幫我們解決了最大的技術瓶頸。以後有困難直接來找我。立刻給新興機械發一份環保核查通過的通知，那份整改通知書撤銷。錢老板，環保整改的事被駁回了，工業局梁副局長親自签的撤销令，他还让人复核了我们那份检测报告，原始数据跟报告对不上，有人在查这事儿了。他陈志远什么来头？省里有人。经查明，三江机电有限公司在明知原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下，擅自使用劣质钢材，导致产品在使用中发生断裂，造成原告设备损毁及人员重伤。事實清楚，證據確鑿。本院判決如下：三江機電有限公司賠償原告各項損失，共計人民幣30萬元。另查明，三江機電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建國在明知公司資不抵債的情況下，將公司以明顯低於市場價格轉讓給勝利機械廠，其行為涉嫌不當交易。本庭依法追加查封李建國名下個人財產，包括其住房1套、銀行存款全部。我有話要說，是勝利機械廠廠長讓我換的劣質鋼，是他說客戶看不出來，能用就行，是他設計忽悠陳志遠買有問題的機器，包括讓我把外甥趕出三江機電，也是他在背後挑撥的。他跟我說陳志遠功高蓋主，不能讓他拿那麼多股份，他說把技術學到手就把他趕出去。我李建國一輩子算計，最後被他當槍使了。他當初就不該把志遠趕走，那些機器都是他調的呀。廠子沒了，房子沒了，老婆瘋了，錢德士，你贏了，現在你倒是什麼都有。對了，你也要進去了，咱倆都一樣，都是輸家。本台最新消息，勝利機械廠廠長錢德順涉嫌指使商業欺詐及生產偽劣產品，目前法院已將相關證據移送公機關調查。另據省紀委消息，工商局稽查科科長馬國良因涉嫌偽造檢測報告、收受賄賂，已被紀委監委留置調查。李建國、馬國良，一個接一個落網。我錢德勝在江城20年，從來都是我算計別人，沒想到最後被自己養的狗咬了。經審理查明，被告人錢德勝犯商業欺詐罪、行賄罪、指使他人生產偽劣產品罪，數罪並罰，判處有期徒刑5年，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。其名下勝利機械廠違法所得予以追繳，用於賠償受害企業損失。江城新興機械集團董事長陳志遠榮獲全省10大青年企業家。他們說技術不值錢，我用5年時間證明了，鐵飯碗不是誰給的，是自己掙的。